平常叫我老婆仔、老婆仔，我叫他老公仔。刘建梅说的，说是我是永在老婆委员会的会长，我就跟在后面呢，想出种种的恭维他的话了，什么我做你的跟尾狗了哈。其实那个来源是俄国文学哈，我们教过的，对，一个贵妇和她的小狗。我今年85岁了，教了大概有30-40年的书。我叫李玉莹，我除了画画之外，我也写书。那个爱情故事吗？爱情故事怎么认得的？你觉得你老公怎么潇洒？你要讲一讲。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认识他，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了，他来我家搭伙。每一次来就喝，把我的汤就差不多喝光了。2个人差不多同时各自离婚。我有一天在美国剑桥，那个腰痛的吃大量止痛药，脑子迷迷糊糊的，脑子里2-3个问题。我能够贡献给美国学界的就这么多了。可是我回到香港，回到内地，我用中文写作，我可以贡献大量的东西。我做光感做了这么久哈。意义在哪里？这一辈子让我感觉到最温暖的女性是谁？慢慢，那只剩下一个影子进来了。我来香港开会，我说我一定要娶这个女孩子，于是就请我老婆到凯悦酒店吃饭。我说你有没有生电？有没有来电嘛？一点点。对，他说一点点。不好意思说没有，但是我说这个师兄呢，这蛮好玩的。我说不如我明天去送他飞机吧。他说要到机场来送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那个10拿9稳了。我那个时候40几岁，他刚好是60岁结婚的。非常注重妻子主体性，她的主权。我说你怎么想？你的意见是什么？他有时说老公我们出去吃饭，我就说好，你说我们到哪里我就跟着你去。结婚6个月之后，他突然得了忧郁病，完全没有准备。后来我看了很多书，带他到哈佛去看心理医生。我忧郁病的时候非常痛苦，在半年之内我自杀了4次。跟欧凡结婚以后不敢再自杀了，我就开始用写书啊、画画啊来舒缓我心里面的苦闷。那我拿起笔来，好像把我的心里面的不开心就放在我的笔端里面，我的心就慢慢平复，也是一种的疗愈。不开心的时候颜色会深一点，开心的时候那个颜色会浅一点，好像把自己更释放出来，更自由自在的。你觉得这个画是怎么样？也好像一条鱼。一条鱼啊，我觉得是风云四起，大地回春的，一点阴森的气氛都没有。这个风这么一吹就起来，好像那个太阳就在后面。画画对他来讲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他可以说没有经过正式的训练，英文叫做 gift， 就是一种天分，天分就好像是上帝给的或者菩萨给的。就让我想得出来，满地都是画，色彩缤纷，使我们夫妻老年的心境加多了很多色彩。美国中西部的印第安纳大学开始研究中国文学，教中国文学。在哈佛教书，200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又教了10几年。我平常就是早上在我的书房里面处理公务，所谓公务就是帮学生写介绍信，为年轻人服务了。
看看电影啦，聊聊天啦，见见朋友啦，吃吃饭啦，应该好好的过我们的生活。我们没有孩子，其实我们一点都不孤独，把我们的学生就变成我们的孩子。对，一个干孙子，一个朋友的儿子，可爱的不得了。白先勇是他的干哥哥。哥哥，我们就是车轮来，很多朋友，很多学生。所以过中秋节好像有点冷漠哈。其实呢，我们想想，大家这么亲的，跟亲人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我保持幽默感的话，就是不停的讲笑话，有10个笑话，他那个抓到了7、8个，这样就够了。最幽默的笑话，最幽默的笑话是这个不是幽默，是他的广东话太差了。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老婆你好贱。”原来他说：“老婆，我们广东话是你好正，正漂亮，就是好漂亮。”人也不老，心也不老。夫妻的相处的艺术就是，不管你们怎么样的亲密哈，要留给彼此一些空间。这是他提出来的婚姻，使我们的婚姻更稳固哈。我们互相支持。有人说结婚是恋爱的坟墓，我们正相反。我们结婚了之后，25岁是隐婚的，虽然有时候也吵吵闹闹的，可是越吵闹越快乐。